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飞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来个叉，这也方便。注意看，57战不败的死神方便竟然被击倒了，还险些被黑人选手当场 KO。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开始激动庆祝，都以为死神方便的连胜会就此终结，但是没有想到紧接着站起来的死神方便眼神突变，和对手站在原地玩命拼拳，誓死捍卫中国擂台。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他战绩出色，48战45胜 ，KO 率达到60%以上，他是法国搏击界的明星级人物。我们有请来自法国塞德里克·杜姆贝。好，现在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正是来自于法国的百胜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他的职业生涯战绩有着50多胜的一个战绩，当然他的业余比赛也打过100多场。什么是业余比赛？当然就是一些个黑市拳赛或者街头斗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杜姆贝的实力绝对是要比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以及荷兰不败拳王克劳斯都要强，但同样他也要比前2位更加的嚣张比如说现在你看他，哇，边跳舞边出场，很是嚣张，很是嘚瑟。但是下面将要登场的死神方便，目前46战全胜，今年34岁，有请死神方便。好，那相信死神方便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陌生了，他的生涯战绩可谓是相当的辉煌，因为他从来没输过。不仅是46战全胜，而且还击败过一系列的世界级名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就是死神方便的手下败将。赛前方便听说这个杜姆贝很嚣张在媒体面前呢诋毁他、侮辱他方便今天也是表示绝不会让对手站着走出擂台。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红色战袍代表我们中国红方面是比较用心了。那么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法国选手杜姆贝。双方的身形差不多方便是不输对手但是有一点就是方便34岁，而对方是30岁。可以说对方是当打之年，而方便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般来讲，职业选手33岁开始走下坡路，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张志磊，年龄越大越厉害40岁当上了世界冠军。观众朋友们，你敢想象吗？我是不敢想。跟强心剂，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方面是如何摆平这样的关系？对方是做了一个狙击。然后最重要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不是死神34岁的死神方便，我们看他的作战风格呢也是越发的沉稳。面对这个百胜的法国悍将、法国猛男，我们看方便呢相当的沉着冷静。和当初打不败战神马库斯的时候，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当初呢是疯狂进攻，而今天则是冷静对待不着急。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勾，后腿的扫踢。而且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那他知道他的拳法连续性不够是他的短板，所以方便小心一个迎击被抓到。相较于方面的沉稳，这个杜姆贝完全是截然相反。对方表现得很兴奋，而且他的状态就像一只看到一堆香蕉树这个兴奋的猴子。旁边要小心，漂亮，前手平勾，连续2拳方便的拳单击能力也是不错的。可能连击方面上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在单击能力上方面还是很强的。连吃到对方2个大摆拳，但是方便是硬扛下来。这说明方便今天的下巴也是经受住了这个杜姆贝残暴重拳的考验。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第2回合的比赛从这第1回合的最后1分钟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
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着一口气儿啊。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那刚才就说方便他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是方便。哇，观众朋友们，这一下刚刚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好在死神方面起身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说裁判并没有给到方便一次读秒，因为刚刚的话方便是没有任何被打晕的一个迹象。好，要小心，杜姆贝是有击打后脑的行为，对方是假模假样的举起了弓。好，赛前杜姆贝呢嘲讽方便说方便的47连胜都是刷出来的，都是花钱找人打假赛打出来的。对方可能并不了解，此人方面在我们中国散打界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方面是连续应该是4年获得了全国散打锦标赛的亚军。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会认为这个不拿冠军的实力就是不强，但是我想说的是，冠军每年都在变，而方便每年都不变他只是离冠军差了一点运气。因为方便每次在锦标赛拿到亚军的时候和冠军只差那么1-2分所以说呢实力上漂亮，后手打得很准大脚踹脸是方便擅长的一个招式。那这一招呢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把这个满脚都是泥和汗的脚插到你的嘴里边，你看这个杜姆贝已经被激怒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在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我边上头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有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是裁判还是有警告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方便在这场第2回合的比赛中也不乐观，对，不乐观，相当的危险，一直被追，相当的危险。确实，杜姆贝的对拼了，又到了对拼的环节方便不需要这样对轰不划算，打得有点不冷静了。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对，而且头部。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来讲呢，今天的表现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而且这个杜姆贝经常耍一些个阴险手段来击打方便的后脑，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后脑这个部分如果重重的打上一拳会打死人。好，注意看，就是这里方便是打红眼了，和杜姆贝开始了拼拳。哇，双方是拳头看起来抡的都很猛，但是很可惜都是空拳。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那这里就废话少说，大家不要认错了红方选手死神方便，皮肤黝黑的便是法国悍将杜姆贝。过了头。那在上一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点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处力角那个耍宝，法国选手来耍宝，还以为躲到那边了，裁判就会强毒。应该说杜姆贝的这个整个的表现欲还是非常强的。这个摇闪说一定要放松，你不要着急。方便这个时候心态有一些这有一点着急，手都不拿高出鞭腿效果。漂亮，后摆，漂亮，突击，想了很久，想到这一招。虽然说此人方面已经34岁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看此人方面随着比赛的深入他的状态和一些进攻节奏也慢慢找了回来。好，没关系，这属于方面在转身摆腿的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失衡虽然说目前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双方局面上看起来是杜姆贝好像打得很凶，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方便的分数绝对是不低于对手的。因为方便的每一次进攻打得都很精准更擅长打点数，而杜姆贝更像是一头野牛，像发了疯的野牛，只知道猛打猛冲，很野蛮。我相信依然采取的是非常习惯的这个套路车踹前后手的转控制，方便现在整个战术变为控制了，我们看已经不再打进去跟对方对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没有隐蔽性。觉得方便这几波的攻击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
心态平衡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妹他那个整个看一下，平局，加赛一局。观众朋友们，万万没有想到，本场比赛的结果竟然是平局啊！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死神方面来讲呢，打4个回合啊，体能上我现在是很担心的。好漂亮，我觉得可以多用一些这种拖拽啊、放倒的战术，这样一来比赛的时间流失的可能会比较快啊，在局面上也比较好看。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哎呦，双飞踢！比赛到了第4回合，对方体能啊还是很充沛啊，连这种凌空的双飞踢、2踢脚还能用得出来。但是刚刚看死神方面腿法也不赖啊，也有一些腿法的反击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后摆踢啊，就是后摆踢没有配合假动作的话，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别是在对方如果不前防备的时候，对，很难。你必须小退一步的时候再做这个后摆踢，比较有用。方便的找点位，你看吗？他是在找前冲的这个刺拳的明晰，我打得很清晰的情况下，又一拳是要这种一下一下的累积。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对，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而且现在看杜妹，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双方第4回合的加时赛马上结束。那纵观整场比赛，我觉得方面啊，第4回合现在的发挥是最好的。现在方面，你看打完就走，不再和对方这个杜牧贝去疯狂的拼拳，对方毕竟是比较年轻啊，没有错啊，没有错，溜起来，移动，对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好，退。手机呢？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照着后脑勺过来的，啊，对方上高，方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武术里边的这个小扣腿啊，对，后面一点，然后再一靠，10秒，时间快到了，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啊，你不要让。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法大战终于结束。那方面和这个法国拳王杜牧贝大战了4个回合，我们看一下最终这一场比赛的打分。方面在最后一个回合打的是有进有退啊，刚中带柔，柔中带刚，让这个杜牧贝已经是摸不到头脑啊，打的是晕晕乎乎。First about 10-9. We have a split decision.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an. 比赛结果，红